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地方那里的老师竟然不是人，而是鸟唱歌的声音？今天我们就来一趟奇妙的旅程，一起去看看这个叫做阿弥陀佛的净土。在这个世界里，学习不是靠读书或上课，而是用听的。我们就直接从佛经里面一段关于声音的奇妙描写开始吧。这些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来自一群非常奇特的鸟。在这个被称为净土的地方，动物可不只是点缀而已，它们本身就是一道风景，甚至是一首不断在演奏的乐曲。哇，你看，佛经里提到的鸟种类可多了哦，有我们很熟悉的白鹤、孔雀、鹦鹉，还有一些传说中的神鸟，像是声音像天乐一样的嘉陵平甲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一个到处都是这些漂亮生物的地方，该有多么热闹啊！班里面最特别的是一种叫共命之鸟的生物。你看哦，它们是一个身体，但是有两个头，然后这两个头会一起唱歌，而且唱得完美和谐。这其实就点出了净土一个很酷的地方，在这里，就算看起来很矛盾的东西，也能达到完美的和谐。而且跟我们这边不一样，他们的歌声是日夜不间断的，等于是有一首永远不会停止的超好听的交响乐一直在播放。好，一首永不停止的交响乐听起来是很棒啦。不过你可能会好奇，这些鸟到底在唱什么啊？其实他们唱歌不只是为了好听而已，背后有一个更深的目的。这一歌声其实就是一堂永不间断的课。说真的，净土的整个环境，从鸟叫声到风吹过的声音，全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设计的，就是引导住在里面的每一个生命走向心灵的觉醒。那他们唱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法。这个法指的就是佛陀教导的关于宇宙真实样貌的核心道理。所以他们的歌声其实是在解释佛法里的一些核心概念，像是五根、五力、八圣道分这些。先别被这些名词吓到。这里最有趣的一点是学习的方式。在这里，你不是坐在教室里听课，你是在享受美妙音乐的过程中，不知不觉就把这些深刻的道理给听懂了。不过，故事还没完。关于这些鸟，还有一个更让人惊讶的秘密。它们的真实身份可能完全超出你的想象。经文说，它们根本就不是真的动物，它们是阿弥陀佛为了要宣说佛法，特别变化出来的。这就表示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细节，都是一位充满慈悲的老师为了你好，精心设计的教具。哇，整个世界都是他设计的教具耶！那这位超级厉害的建筑师，阿弥陀佛究竟是谁呢？想要了解这位净土的创造者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从他的名字开始。阿弥陀这3个字本身就藏着理解他还有他整个世界的关键。好，阿弥陀这个名字其实包含了2个核心的意思，一个是无量光，也就是无限的光明，另一个是无量寿，无限的生命。这听起来有点抽象，对不对？我们一个一个来看，先来聊聊无量光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你想想看哦，我们家里的灯一关上门，光就被挡住了，透不过去，对吧？但是阿弥陀佛的光并不是这种物理上的光，所以说他的光更像是一种比喻，代表的是他没有穷尽的智慧跟慈悲。而这个智慧跟慈悲的光芒可以照到所有地方，所有众生，中间完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碍它。好，我们来整理一下，一位拥有无限智慧跟无限生命的佛，他创造出一个世界，目的是什么？答案是为了提供一个最棒的心灵成长环境，一个人保证你只会进步，绝不退步的地方。这就是整件事的重点了。一旦你到了那里，你往觉悟的这条路就像是上了保险一样，是得到保证的。这个阶段就叫做不退转，意思就是你再也不会掉回过去那种充满痛苦、烦恼、迷惑的状态里。一个保证你只进不退，最后一定能觉悟的完美学校。哇，听起来真的太棒了，对吧？那问题来了，要怎么样才能拿到这所学校的入学许可呢？
其实方法很明确，就是3个步骤，核心是你的心，也就是信、愿、行。第一，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；第二，要有真心想去那里的愿望；第三，就是专心一意的念他的名号，念到心里没有杂念。经文里面就说啊，如果一个人真的好好实践了这3点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因为他的心很平静，不混乱，所以他会清楚地看到他一直专注的对象，也就是阿弥陀佛跟所有圣人亲自出现在他面前来迎接他。这就给我们留下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来思考：这个完美的净土，它到底是一个我们将来要去到的目的地，还是一种我们内心修行到极致之后所显现出来的完美状态呢？这就很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了。